大疆为什么一定要学饮食做全景相机？表面上是补全低空拍摄的市场占位，我觉得更深的原因是，一个人玩耍的时候，全景相机就是最佳的拍摄方案。而且未来单身群体是最大的群体，3、5个人的篮球很难约，一个人的骑行说走就走。像饮食这种全景相机的出现，直接改变了很多户外运动的拍摄方式。全景记录加自拍杆隐藏加全方位防抖，你只管开机，后面想要什么角度都行。摄影师跟拍的效果肯定没它好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没有全景相机，滑雪的精彩少一半。如果你再换一根更长的3米杆，这就是低空无人机视角，不用报备，想拍就拍，也没有嗡嗡的噪音。最关键的是，它是全景记录，不会丢失任何的精彩瞬间。全景相机的市场一直都是 Insta360独占鳌头，全球将近70%的霸主地位，无人能及。那这次大疆带着 Osmo 360低价杀入市场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好事。Insta360先是搞了一个下级升级，然后 X5 标准版直降500，又推出了性价比极高的 X5 超能套装。以前这个价格只能买裸机，现在送你自拍杆、2800毫安时的超能电池、一个可替换的镜头、一个磁吸快拆配件，还有1T 的年度云存储权益。这些实惠是不是得谢谢大疆？我7月31号晚上就从实体店买到了3799的 Osmo 360畅拍套装，没有2999的标准版，没货。这是大疆很聪明的地方，先甩个2999给你个价格锚定，让你觉得饮食很贵，但是标准版你又买不了，你就只能选3799的畅拍套装。那大疆的 Osmo 360到底强不强？全景相机的后期处理是不是真的很麻烦？接下来我就从拍、纯、减、响4个维度横评一下 Osmo 360初代和 Insta360 5代，看看到底有哪些差距，又有哪些亮点。拍这方面，大家关心的是画质、拼接、防抖、自拍杆隐藏的效果，还有常用的功能配件等等。大疆的优势是接近1英寸的传感器，比饮食要大一点，但是饮食它有 AI 3芯片的图像处理系统，也很强劲。大疆支持10比特色彩空间，这也是个亮点，它更适合有专业调色需求的创作者。但是饮食的8比特也调教了很多年，直出效果也不错。而且这次饮食还升级了全新的影调增强模式，它能还原更多的色彩和光影的细节。简单理解就是你不需要繁琐的后期调色，直出画面就很哇塞了。当然，全景视频的画质还得考虑视频的拼接技术、防抖技术、自拍杆的隐藏技术等等，所以最终的成像画质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表现。那同样的场景，你更喜欢哪个呢？两台设备都有各自的防抖技术。自拍杆隐藏方面，饮食还是有自己的先发优势的，隐藏效果更好一些。常用功能和配件方面 ，Osmo 作为后来者肯定没有 X5 那么全，但是追赶是需要时间的。想要立刻追上饮食那么多年耕耘的全景生态，确实不太可能。有一说一 ，Osmo 360外观设计确实挺好看的，但是上手握感确实没有长条形的 X5 那么好。点击屏幕或者把玩的时候，你很容易碰到2颗全景镜头，特别容易沾到指纹，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画面质量。没关系，2代、3代肯定会改善，大疆的3代向来值得期待。然后就是纯减响，这些主要是软件能力。当你真的入手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决定你使用好感度的更多的是软件方面的体验。因为相机买回来之后，你还是要出片的，你是要分享的，这些都跟软件能力有关。咱先说纯，就是存储。大疆自带 105G 的机内存储，这个是亮点。但是 TF 内存卡还是要买的，因为全景视频的素材是很占空间的。所以饮食去年就推出了云备份、云存储的功能，连上电源线和 WiFi 就可以直接备份素材到云端，机内的素材可以直接删掉，因为后面你可以直接在云端剪辑。你现在买 X5 就送你1T 的云存储空间，这个就真的很划算，你就完全没有存储焦虑了。这方面大疆得赶紧跟上。剪辑和分享得先说最后的分享，因为你想怎么分享决定了你要怎么剪辑。有一些场景的分享压根不需要任何剪辑。如果你要分享的是最高光的时刻，不用任何剪辑， Insta360 App 端点击云相册的素材，找到高光时刻的位置，调整好镜头视角，点击屏幕左边的截图按钮，然后保存为实况 Live 就行了。朋友圈9宫格可以塞27秒的高光时刻，足够了。DJI Mimo App 端呢也有这个截屏保存为实况 Live 的功能。全景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无死角的拍下高光时刻，截图分享实况 Live 最方便。如果你要分享的是最完整的过程，也不用任何剪辑或者导出，
Insta360 App 端可以直接从云端分享，长按素材，点击分享，分享全景视频。我可以修改一下封面，输入我想要的标题，就可以一键发到微信或者复制链接发给任何人。收到链接的手机端、电脑端都能直接打开，可以随意的旋转角度看完整的全景视频，甚至可以保存 4K 高清视频。比如说我想跟朋友分享登顶20股有多么不容易，但有时候语言的描述是很苍白的，干脆就甩个链接，全景视频你自己看吧。这个是饮食的优势，大疆 Osmo 还没有云分享和云播放的功能。最高光的分享和最完整的分享就是这么简单，不需要任何剪辑。我觉得对于非创作者用户来说，这2种分享方式就足够了。然后再细说一下剪辑，你只要抓住唯一关键词视角，你就能轻松通关全景视频的剪辑。全景相机是2颗突出的镜头，通过算法拼接能够拍下360度所有的视角。X5 的等效焦距是6毫米的超广角，默认画面就是超广角视角。这个超广角如果再放大一点，广到极限就是小行星视角，就好像你把整个地球踩在脚下。如果超广角视角缩小一点，那就是去除广角效果，就是线性视角，类似于手机拍照的效果。所以你在 Insta360 App 上点击任何素材，右下角你能看到缩放按钮，拍到的默认就是自然广角的视角，往左放大是小行星视角，往右是线性视角，再往右视角就越来越窄，看到的画面内容越来越少，相当于把画面放大了。在135度自然广角和90度线性视角之间，你可以一键去除广角带来的畸变效果。刚刚这个视角是和镜头有关，还有另一种维度的视角就是和拍摄的人有关系，因为它是360度全景录像，自由视角模式下你可以随意的旋转，点击自拍视角， AI 会自动帮你识别锁定自拍视角。如果你需要一段骑行的前进视角，点击前进视角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选取一个追踪目标， AI 会自动追踪主角，保持它在 C 位，这个就很适合滑雪一类的运动。所以全景视频的剪辑唯一的关键词就是视角，前面这些视角的选择都是一键切换的。如果你希望它平滑的过渡，比如说从自然广角的自拍视角慢慢的过渡到小行星的前进视角，这个就需要打关键帧。变化开始的位置打个关键帧，然后到变化结束的位置再打个关键帧，调整到小行星前进视角，更新一下关键帧的状态，这样就实现了视角的平滑切换。只要你掌握了视角的概念，你就能快速的剪辑出片。如果说你就是懒得自己动手，那还有2个方法，录屏和 AI 一键成片。点击录屏，视频里面的画面会跟着你动，录下你想要的视角，直接导出就行了。AI 一键成片就更难了，啥也不用管，直接交给 AI，AI 会自己选择一些他认为的精彩视角，然后加入一些动画效果，也挺有意思的。在剪辑方面，大疆的差距确实蛮大的，它只有最基础的录屏、追踪、关键帧的功能，不像饮食，它视角的逻辑很清晰，你可以基于视角快速的出片，可以录屏出片，可以 AI 一键成片，也可以打关键帧慢慢的精简，反正丰俭由人，这些都离不开多年的软件开发，大疆可以快速的借鉴跟上。剪辑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好用的功能，比如杜比世界、车牌一键模糊，我就不展开讲了。仅仅是 Insta360 App 里面的创意玩法就够用户玩很久的，大疆的软件任重而道远。所以综合对比下来，大疆 Osmo 360硬件参数上确实有亮点，但考虑到综合体验，初代打5代确实有点难，拍、纯、减响影响体验的后3项差距太大。饮食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确实更懂用户的需求，硬件、软件做的都挺好用。我这台 Osmo 360大概率会挂二手市场出掉，等2代、3代出来，等 Osmo 的软件能力补齐了，它会是更理想的选择。当然 Osmo 360初代的使命它已经出色的完成了，逼着 X5 升级降价，所以现阶段还是推荐 X5。限量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